中国又一个神话正在悄然崩塌。比亚迪这家一度被誉为民族之光的新能源巨头，曾经高举高打，把特斯拉打得节节败退，风光无限。然而，没人想到的是，这一切的胜利竟是建立在一套令人胆寒的资本游戏上，疯狂拖欠货款，肆意压榨供应链，硬生生靠别人的血撑起自己的辉煌。2024年，比亚迪公布的营收高达7771亿元，净利润402.5亿元，同比增长34%，毛利率增长22.3%，毛利增长超过600%，产能利用率高达100%，听上去简直是要上天了。乍一看，比亚迪简直无敌，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整个中国新能源行业的血流成河。过去2年，比亚迪开启了价格战，把国内那些刚起步、缺乏资本支撑的小厂商压得喘不过气。像领跑、哪吒、威马这些曾经有希望成为第二个比亚迪的新兴车企，要么转型，要么倒下。百家争鸣被打成百家流血，最后只剩下几个寡头继续内卷。而比亚迪并不是靠技术赢的，而是靠一种冷酷无情的商业模式，先打压价格抢市场，再拖欠货款保现金流，用供应商的命换自己的增长。你以为这只是一种传闻吗？不好意思，公开财报就写着，截至2024年末，比亚迪总负债5847亿元，负债率74.6%，其中有息负债仅204亿元，其余96.5%的负债全部是无息负债，即供应商的货款。一句话概括，比亚迪不靠贷款，不靠融资，就靠拖欠。比亚迪财报中，应付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为33%，账期写的是128天。表面上看还算中规中矩，但根据媒体调查和业内爆料，实际账期高达275天，接近9个月。你没有听错，9个月，一家中小型供应商从供货到收到钱，要熬过270多个日日夜夜。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还要付工资、交社保、还银行贷款，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却还得给比亚迪送货，不送就等着被踢出供应链。有供应商匿名透露，我们知道他们账期长，但不供他们就活不下去，供了也活得很惨，但至少还有希望。这哪里是商业合作，这就是资本绑架。在中国制造业最脆弱的时刻，比亚迪却选择把供应商当作提款机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的品牌大、市场强，那些供应商再苦再穷也得乖乖听话。这不是做企业，这是玩弄产业链，这是在把中国的汽车工业拉进深渊。也许你会说，比亚迪在国际上多风光啊！确实，2025年4月，比亚迪在欧洲14国的总销量高达11123辆，远超特斯拉的6253辆，几乎翻倍。尤其是在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大市场，增长速度令人啧舌。然而，欧洲的亮眼数据掩盖不了中国市场的凄惨。过去2年，新能源车销量的主力已经从纯电动车变成了插电混动车。2024年，比亚迪的新能源增长中，87.9%来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不敢买纯电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冷成冰了，老百姓口袋里没钱，纯电车贵还没保障，大家都开始变得谨慎，选择既能充电也能加油的插电混动车，免得哪天电价飞涨，充电桩坏了，政策又变了。这是比亚迪引以为傲的数据背后的真实含义，消费信心正在坍塌，新能源红利正在消失。比亚迪靠插混车型堆销量，本质上是市场的妥协。而在海外市场，虽然一时风光，但依赖出口的风险远比想象中要大。
一旦欧美政策风向变了，一纸禁令就能让它崩盘。面对纯电车增长乏力、供应链紧绷的局面，比亚迪在2025年转向技术战。2月发布天神之言，3月又高调推出天闪计划，宣称要打造最强智驾系统。听起来很先进，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这些东西背后意味着什么？烧钱，持续地、疯狂地烧钱。自动驾驶的成本巨大，而比亚迪的盈利能力早已靠拖欠货款堆起来。你以为他会去融资？不，他只会继续压榨供应商，继续让上游产业链为他的新技术买单。而这种拼命扩张的策略是否真的可持续？答案不言而喻。早在2020年，比亚迪年产量才18.4万辆，产能利用率仅30.6%。到2024年，产量飙升至428万辆，2025年更想冲击600万辆。但是，市场真的需要那么多车吗？在内需乏力、出口受限、消费趋冷的大环境下，产能过剩已经是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噩梦。比亚迪却一意孤行的扩，完全无视风险，就像曾经的恒大、曾经的乐视一样。一旦海外市场一脚急杀，或者供应链崩一环，整个帝国就可能瞬间倾覆。比亚迪不是第一家拖欠货款的企业，也不会是最后一家，但他把拖这件事做到了极致，而且做出了战略高度。你没看错，在某些分析师眼中，这种应付账款占比高、无息负债多的操作，居然是一种财务管理优势。我们再回顾一组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比亚迪负债5847亿元，其中 96.5% 的负债都是无息的，应付账款占收入比例 33%， 账期达275天。财报显示，公司甚至净赚利息 3.9 亿，不是支付利息，而是收入利息。什么意思？他靠拖供应商的钱来赚钱。对比之下，美国通用的负债率为 85.5%， 福特为 84.3%， 但他们的大部分负债都有明确的利息成本。比亚迪的账面看起来更健康，但这健康不是靠利润，不是靠创新，而是靠压榨别人。而那些在比亚迪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，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不供货，被踢出局，要现金，换别人来做，抱怨账期，换供应商签新合约更苛刻。这根本不是一场合作，而是一种合法化的产业链掠夺。甚至已经有不少网友总结出一个现象，跟比亚迪做生意，现金流就是慢性自杀。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的荒诞现实。为什么这种掠夺在中国能通行无阻？你可能会问，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没人监管？没人阻止？供应商为什么不联手反抗？答案很扎心，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体系的默认潜规则。不仅是比亚迪，其他大型国企、民企都有类似的操作。地方国企工程款拖1年是常态，医疗设备企业回款周期动辄18个月。连新能源3巨头之一的宁德时代也被爆出账期远超行业平均。这些巨头坐在产业链顶端，话语权几乎垄断，供应商再小心翼翼也只能当韭菜来割。而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这种行为惩罚力度非常轻，就算你打官司赢了，回款也要排队，有的企业干脆破产重组，一了百了。于是在巨头扩张的欢呼声中，是一片小企业尸横遍野的景象。当产业信用体系崩塌，谁还敢相信中国制造？供应商的苦不只是现金流的问题，更是信任的崩塌。曾经，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是产业链完整，反应速度快，协同能力强。但现在，这种合作越来越变成互相提防、互相算计，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。
比亚迪靠拖欠货款活着，供应商靠贷款活着，而银行也不愿意再给供应链企业放贷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撑不住的供应商，要么转投海外市场，要么干脆关门倒闭。这种趋势最终影响的是整个中国制造的根基。比亚迪或许能短期内躺赢，但整个新能源生态将因为信任链断裂而失血崩塌。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失去它赖以生存的信任系统。很多比亚迪供应商表面上还在合作，但私底下早已怨声载道。他们知道，如果能找到新出路，谁还想再忍受275天的账期？但现实是，中国制造企业外贸订单减少，内需市场疲软，能够接得住的单子越来越少。比亚迪是少数还能量大的大客户，于是合作变成了囚徒困境，跳不出圈，忍不了痛，吃不到力，活在比亚迪的影子里，永远低人一等。这是今天中国制造中小企业真实的命运写照，没有选择，只能苟活。而比亚迪这种强势压榨的模式，不是商业智慧，而是把弱者拖进深渊的残酷游戏。中国新能源汽车看上去风头正劲，国家政策也大力支持，但我们得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这场新能源繁荣很可能正在走向泡沫化。先看产能。据工信部数据，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产能将超过1500万辆，而2024年全国销量只有950万辆左右，产能利用率迅速下降，大量企业进入亏损边缘。再看融资，根据中国汽车报数据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企业融资总额同比下降了47%，资本已经开始撤退。而比亚迪这种靠拖欠维持现金流的模式，一旦出现供应链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恒大、富力、宝能这些昔日巨头，就是用同样的方式迅速做大，然后轰然倒塌。今天的比亚迪正在走同一条路，只不过它看起来还活着，但你永远叫不醒一个正在做盈利美梦的人。